是誰長期 A 國民黨的錢嘛？要對付金溥聰最好的方法，就把醬缸打破。習這次是親自陪鄭麗文吃飯哦，哇，人比人氣死人。在馬的想法，他不會承認他不如鄭麗文。馬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你蕭旭岑出賣了我馬英九。就在這一種心結形成的時候，金溥聰才有重新回到馬英九身邊的機會吧。可是蕭旭岑因為厚道啊，他不說啊。你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你一定就會死在金小刀的手裡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記者會現在正在開啊，然后最有趣的是這一場記者會是金溥聰召開，然後馬英九不見了。我們先不要看記者會的內容，就先講所謂目前的狀況，就是當然他給了一個蕭旭岑有一大筆錢的一個照相合影這樣子，當然這個錢他可能有沒有進去什麼，我們都可以再說。但是李德偉的意思是說，調查結果金流沒問題，蕭旭岑根本沒碰錢，然後當然蕭旭岑負責做示意性接受這個錢，跟他有沒有碰錢其實是兩回事。當然這一定會有人就說，那蕭旭岑不就碰錢了嗎？那再來就說到李德偉認為說蕭旭岑跟王光慈沒有問題，王光慈有提出相關的賬冊，所以大概是目前這樣。但是報告要完整公布，必須等董事會通過。老師你怎麼看？如果蕭旭岑從某位台商的手裡頭拿到的這一疊鈔票是不乾淨的、不光明的，是值得被詬病的，那怎麼還會拍出那一張照片呢？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回到金小刀的本身啦，哈。金小刀在美國有資產、有豪宅，他可以把他的老婆、他的兒女都送到美國，他也可以在台灣的島內養一大堆的媒體人來幫他擦脂抹粉，甚至還可以一身的名牌，假裝成一副型男的模樣，讓很多年輕的小記者看了他以後還對他着迷，說金溥聰長得還算可以，這些都是需要金錢來處理這些行頭嘛。那我請問你，金溥聰從一開始在新聞局一路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然後到台北市政府跟着馬英九，那接着到所謂的中央，你一路下來你都是公務員啊。公務員有這麼多錢可以去收買媒體人嗎？公務員有這麼多錢可以去掌控媒體嗎？公務員有這麼多錢可以在美國置產嗎？你首先交代吧，你的錢哪裡來的嘛？這個才是關鍵重點嘛。我記得蕭旭岑講過一句話，有人長期在 A 國民黨的錢。蕭旭岑說實話講話跟那個老國民黨那個醬缸習性一模一樣，話也不講清楚，你就明白講嘛，那個人是誰嘛？誰長期在 A 國民黨的錢嘛？你直接講嘛，人家現在都公布你拿台上那一疊鈔票的照片了，你到現在還不說嗎？你把答案說出來嘛，整得金小刀一天到晚告人，告人很貴啊，還請了岳方如，岳方如是特偵一般的檢察官啊，這種打一個庭恐怕20-30萬逃不掉的，他怎麼錢哪裡來的？一口氣告4個人，所以我覺得蕭旭岑根本不要客氣，要反守為攻啊！不要總是進在那個國民黨的醬缸裡面，你在那個醬缸裡面，你會死在金溥聰的手裡頭。馬英九法學博士做過法務部長，你連無罪推定原則你都不知道哦，你就可以直接說蕭旭岑、王光慈貪污犯，還講2次，還說這些貪污犯出賣我，出賣到如此地步。今天開庭，金小刀今天開記者會就不能去嘛？岳方如還特別提出來說，原告啊，就金小刀啊，對人家稱他金小刀很不滿，認為這是個貶義的名詞。這個金小刀是全台灣大家公認封給你金溥聰的，那為什麼叫你小刀？就是你做事不光明磊落才叫小刀嘛。是你過去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時候，你不是甘之如飴嗎？你不是覺得小刀金小刀威風無比？那時候黎智英還沒在香港被關進去，他覺得有黎智英的狗仔隊來做靠山，來做後盾。然後又有馬英九罩着他，所以他一切無敵。可是這一次啊，他遇到的是周美青跟馬以蘭啊，
周美青、馬以蘭會去害馬英九嗎？大家說金溥聰會不會害馬英九？我想有70%的人認為會。馬以蘭在馬英九的媽媽秦後修還沒過世的時候，就已經代替媽媽、代替爸爸馬鶴齡，從小在照顧着馬英九了。馬以蘭對馬英九是非常愛護的。連那個時候，我在被關在陳水扁關在高雄燕巢監獄的時候，去看我的都是馬以蘭，那更不要提到酷酷嫂了。周美青形象多好啊，連蘇俊斌啊，也是當年金溥聰旗下藍鷹戰隊裡面的其中一名悍將，後來也爬到了主發會的主委。連蘇俊斌都跑出來講話了。他都說周美青會如此做，是仔細想清楚才做的。周美青做過兆豐銀行的法務室主任吶，他如果不離開兆豐銀行，說實話嘛，他要做董事長、總經理，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吶。所以蘇俊斌談到周美青是想清楚才做的，也就是周美青跟馬以蘭向台北法院申請輔助宣告，基本上是想過的。他們当然不會希望傷害馬英九啊，嚴格來講啦，那就是周美青救夫計啦。他嚴格來說就是想把馬英九從金溥聰的掌握裡面把他救出來嘛，就這樣而已啊。馬以蘭也是如此啊。可是這麼一來，當然對金溥聰而言就是一大挫折。所以才會去拍了一個弄巧成拙的視頻嘛，裡面有一張照片，金溥聰雙手抱胸，是斜着眼看着在旁邊啊瑟瑟縮縮的馬英九，好像是一個訓導主任抓到一個爬牆的問題學生，要他寫悔過書的樣子啊。所以呢，你那一個視頻一出來，不正好證明了你金溥聰在掌控馬英九嗎？你簡直在裂解人家的親情啊，罪無可赦啊！李德維3人小組公布了調查的結果吧？調查結果說沒有積極證據證明蕭巨陳、王光慈有問題。蕭巨陳沒涉及財務，王光慈擁有完整的賬冊資料。所以沒有什麼叫做不法的資金流向，也沒有任何資金流入個人的口袋。照講你就應該服氣啦。可是你回憶一下，他去刑事警察局假裝要告我，後來沒告的那一次，他對媒體說，等到3人小組調查報告出來就可以還我清白。現在呢，3人調查小組的調查報告出來了，他認嗎？還沒出來就翻桌了。哎，對呀，還沒出來就發記者會說，這個3人調查小組拖延，他還是不收手，他還是發聲明說今天上午10點半要開記者會。他本來一定想說，他跟我的庭是9點半，他10點半會不會來得及？但是我當時就知道他絕對來不及的哦，他一定趕不及出庭，最後選擇到記者會。記者會裡面，說實話嘛，你讓馬英九出來嘛，親自召開記者會嘛，讓記者問嘛。你面對馬英九做的那些所謂的視頻，說實話叫掩耳盜鈴，你根本是在以假亂真嘛。你就明白的講，你到底馬英九有沒有問題？馬英九有沒有問題？其實誰最了解？枕邊人周美青最了解啊。最愛他的周美青最了解啊，最疼他的馬大姐最了解啊。你金溥聰算哪顆蔥啊？馬英九會講出這麼絕情的話，說他住在文山區，然後馬大姐住在內湖區，2個人1個月只見1次面，所以不是很熟。馬英九說這句話不怕被雷打，就是因為金巧刀影響的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金巧刀就是用這種方式把馬英九給污染到，馬英九變得也沒有親情了，也沒有夫妻情感了。好，1個月見1次面，你說這個不叫親？那我請問你，你馬英九1個月跟金溥聰見幾次面？你就誠實講啊，讓我們了解什麼叫馬金體制啊。都
都已經失去政權那麼久了，還在馬金，你不覺得看到今天這幕場景，對於我們這些當年在最困苦的情況之下打敗陳水扁，幫他奪回江山，讓他坐在高峰之上呼風喚雨的我們這些人，這個是情何以堪？金小刀到選後有一天，葉明強帶着新新聞的團隊來訪問我，要給我做一個專題。他說有人說你揭發陳水扁一連串弊案的，有一個人對你幫了很多忙，所以那個人的功勞占1半以上。啊，那個人是誰呢？我當然會追問啦。他說那一個人是自己講的，那個人叫金小刀啊。他沒想到我反駁啦，我說不是，金小刀從來沒有出過一丁點的力。金溥聰覺得邱毅啊，給你1半的功勞已經夠抬舉你了，你竟然把1半的功勞分給我金小刀，說我金小刀策劃你執行，你都不肯。罪無可赦，從此我變成金小刀的親命要犯。他就因為你不願意把光環分給他，恨你恨到今天。哎，對了，沒錯，你看看他跟上鍾佩君那個節目的時候，他還沒講到一句話，他就說啊，邱毅如果這麼愛這些功勞，送他。他用送，然後用一個不屑的語氣說：“讓我送他，不是這干他屁事啊？干他屁事啊，對吧？他根本沒有一丁點的功勞，他坐享其成。”到現在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小刀粉？他們的說法就是金小刀能打選戰，馬英九2次大勝，金小刀老虎功高。但是瞎了眼的人都知道，馬英九那時候做的都贏，跑着都贏，沒錯。阿扁是草根起家嘛，純本土精英嘛，對，所以大家對阿扁唾棄就倒過去金小刀那邊。這個是我們常常在政治或選舉學上面所謂的什麼兩極效應，擺過來擺過去，鐘擺嘛，鐘擺效應嘛。所以你說金小刀，大家說，哎呀，他厲害，很會操盤，他操盤都贏，所以侯友宜後來才找他做執行長啊，輸了一塌糊塗。可是說實話，金小刀什麼時候自己策劃執行一個選戰的操作？沒有啊，他那時候都是搶我的功勞啊。我為什麼講這一段？你知道為什麼馬英九會講到蕭旭岑、王光慈出賣他的問題？來，請說。直接要從2014年的太陽花之亂開始說起。那時候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氣勢磅礴，那個時候為什麼太陽花會成功，會成氣候？因為馬王政爭2013年剛過，那就王金平來講，王金平覺得你馬英九不厚道啊，想鬥他啊，然後王金平也回手去控告馬英九，所以2個人最後可以說打成平手。那金溥聰看到馬英九的支持度啊，已經掉到只剩下個位數，跟馬英九說 say goodbye 再見，就跑到美國去了。那是他把馬英九一腳踢開，背棄馬英九的開始。然後到了美國，大家才發現，原來他在美國早有資產啊，早有準備啊。好，但是很多人都怕他，很多媒體不敢講。到現在為止，連我的朋友郭正亮都不敢直呼金小刀、金溥聰之名啊，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威名在外。多嚇人啊！連亮哥都怕，太扯了。只不過呢，一開始過得也非常的悠哉快活，可是錢會用光啊，美國人也不吃他這一套啊，所以他又想要回歸故土，他又眷戀以前那種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生涯，所以呢，他想回台灣。可是那個時候，馬英九的身邊已經有了大的叫蕭旭岑，小的叫王光慈，所以他沒有辦法再進到馬英九的麾下。他沒了馬英九，他有一點惶惶不知終日啊，他不知道如何再回到以前那個呼風喚雨的日子，所以他心裡頭對蕭旭岑跟王光慈是有恨的。你們竟然敢擋我之路！而後來蕭旭岑又替馬英九搭了一條兩岸交流的路，讓馬英九可以風光的到大陸，而且還出現了所謂的習馬2會，所以當時馬英九對蕭王可以說非常的信任，以至於馬英九在
2023年，蕭旭岑建議在推藍白合的時候，那時候金小刀也曾想去攻擊蕭旭岑啊，還透過了《鏡週刊》放話，對不對？對，但是因為馬英九對蕭旭岑的信賴沒有成功。好，那當時候金溥聰覺得馬不要他的出路是馬一直不喜歡有成見的侯友宜，那侯友宜就用了金溥聰擔任執行長啊。他在侯友宜的身邊，他就可以作怪了。然後他知道有人知道他的秘密啊，那個人叫羅智強啊。所以他為什麼對羅智強會有那麼多的冷言冷語？那時候一度傳出就是侯友宜下網軍打羅智強。那麼後來出現了平地一聲雷，出來了一位金小刀想都想不到的人物。金小刀本來還把他形容成臉上的粉刺，認為要把那個龍擠出來，那個人叫鄭麗文。他做夢沒想到，鄭麗文在他跟趙少康的夾擊之下，竟然還可以選上國民黨的黨主席，還找了蕭旭岑來擔任他的副主席啊，然後還幫他安排了整個大陸的和平之旅。這個對馬英九來說，馬英九認為他是兩岸交流第一人啊。可是當初蕭旭岑去，馬英九是完全同意的，不是嗎？對呀，可是馬英九後來他沒想到，不是忘了，他沒想到鄭麗文這麼受大陸歡迎啊。所以馬英九為什麼會用那麼咬牙切齒的方式講他被蕭旭岑、王光慈出賣？那金小刀進到了馬的身邊，他當然要報仇啦。他認為罪魁禍首就蕭旭岑啊，在馬的身邊開始咬耳朵啊，要把蕭旭岑鬥掉啊。他看到王光慈這幾天很低調，他都不出來，就代表王光慈還是保留了那一種人為善吶，厚道的心。你提拔過我嘛？就是說他覺得他受你點滴之恩要報以泉湧。那所以他知道嘛，這些事情最後一定是蕭旭岑、王光慈不說，那不說你們正好被金小刀抓了準準，就抓得準準的橫打一通。先是金小刀在打馬英九基金會，然後要鏟除蕭旭岑，目標指向鄭麗文，是，然後緊接着就是所謂的軍購之亂，對，用軍購之亂由趙少康來主導，然後目的要搞掉另一個副主席紀凌蓮，是對不對？是。好，那後來發現又踢到鐵板，又不是很順利，對，所以呢，又變成金小刀又接棒了嘛，然後趙少康就一直每天點題就殺球，每天點題就殺球。他就是利用他掌握媒體的機會，然後再加上他底下的一群所謂的少康幫，對，很多人要靠他生活，要靠他吃飯嘛。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再加上很多泛藍的支持者有一種鄉愿的想法，就是說泛藍現在在台灣的媒體已經只剩下這麼一點點的地盤了，所以我們就要原諒他們嘛。雖然也知道他們跟着金小刀、跟着趙少康的屁股後面做應聲蟲，做出不公平偏頗的評論，但是很多人最後還是選擇原諒他們、寬容他們嘛，所以就造成了趙少康跟金小刀才會有可乘之機呀。但是從這裡我們就看出了，陳鳳馨說再多出幾個趙少康，國民黨就完了。但是你沒了趙少康，你還有金小刀啊，這兩個人可是在這一場鬥爭風暴裡面。這兩個人就是一搭一唱嘛，對，輪流上陣嘛，一起搭配。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啦，他們認為你鄭麗文何德何能可以做國民黨主席？他們其實那個恨就來自心胸的狹窄，他容不了人嘛。你看哦，當年不可一世的馬，當年沒錯，不可一世的金，然後現在正把自己推向懸崖邊緣的趙，哪一個不是讓自己逐漸的走向那瘋狂的孤獨？那我覺得他們即將自由落體，真的那個記者會，金溥聰完全搞砸了。